嘿，欢迎来到丰盛二文，我们来领取好运哦。今天的好运是这两张，好，教宗牌跟皇帝牌这两张所带来的好运是，你最近会受到长官或上司的提拔，也有一个很好的升迁的机会哈。但这里也代表着说，你会或获得一个蛮好的投资机会，然后你会有一个新的钱财会进来哈，会有一个新的会有一个特别的收入哈，应该是说你会接到一个更大的案子或是更大的工作，然后增加你近期的一个收入哈，然后这些机会都是可能是前辈啊，一些欣赏你的前辈长官来特地给你的一个新的机会，你要好好把握，这是一个你能够赚进大笔金钱跟提升你的职场地位的一个很好的好运将到来。好，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希望你喜欢，喜欢的记得按赞哦，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好，来，接下来是选牌哦，今天要选的是这三张牌。好，1、2、3哈，你可以看一下颜色啊、构图啊，和它的布局，哪一个最能够打动你、最吸引你的眼球，那就表示它跟你的震动非常的强烈。如果你要看得更仔细呢，你可以按暂停、放大看看哈。如果已经选好的朋友，那我们就开始喽。好，接下来是选到1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他知道你的心意吗？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吗？好，我帮你看一下哈，来。第一张牌，第二号，看看这三张牌的一个趋势。好 ，for person，他有感受到，他有非常的明白你的心，他有感受到，然后他在感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他脑袋有浮现着，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他会比较往现实面的方向去思考。因为金币能量的这个土能量突然就出来了，然后再加上水能量的话，他会用一种比较务实的方式来想象，这一个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它的发展会是如何？它能够发展出很好的火苗吗？或发芽出很好的花朵吗？哈。他会考虑到你们两个的工作啊、现实各方面是否契合，是否能够互相帮忙哈。他在感受到你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在偷偷观察你了啦。他有把你列入，他有把你放进去，他会考虑的人选，所以他已经有花一段时间在观察你们的关系哈。只是他有想要出手吗？他想要接受吗？想要主动吗？哈，我来帮你看看。哦，他已经到了快要决定跟你拉近关系的一个阶段了耶。好，因为世界牌它是有一个通道的感觉，它有一种两面世界的感觉，就是通到两个世界哈，两个世界正在交流，或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它有一点要过去了哈，它有一个展开的一个样貌出来。世界牌有一种是往下往一个禁锢的世界发展为主，这个也是他的想象是说，他两个人在一起的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如果他确定好的时候，他确实是可以往那里走，他想要往那里走哈。所以他现在还算是一种，他在看清楚这个关系会是什么，他也在看清楚或是评价自己的能力是否符合他的期待。他不是特地去评判你好不好啦，他比较多的角度是在想说自己跟你，好，他的责任感比较重，他比较多的责任心是在自己身上，他比较在乎自己在这个关系里的表现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期望呢，也满足他的期望。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因为一开始这两个图像能量在这边就这样奠定了这个关系的基础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讲法会往那边去哈。我们再往下翻看看还有什么。水能量都在这边。他已经有感受到你们两个其实是契合的哦，两个人的关系啊，感受上你们的相处上已经是契合的，没有什么冲突哈。
无论是一起玩乐啊，一起去讨论事情的话，两个人的关系都不错，也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他对这个方向的期待感也很高哦，他也觉得两个人可能会有蛮好的新的计划、新的未来的想象，而且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去达成。但这些都还只是停留在他的猜想里哈，还没有一些实际上的动作跟相处能证实他的想法是对的哈。他现在的思绪是停留在这里的啦，因为圣杯二的情况比较像是刚好契合了。你们才一开始接近的时候，才比较找到一些默契，才刚开始找到一些默契，这是情感上的哈。如果你们原本就已经有所交流的话，那些都还算是比较表面，比较像是一种有点距离的关系的相处。可是近期我有发现，他近期跟你的相处，他有特别去在意一下两个人的情感的流动，是否符合他所期待的那个未来的展望。因为那个水能量在这里开始跑了哈，圣杯国王啊，然后圣杯二啊，如果只是到圣杯二的话，其实这个能量还在初期的碰撞哈，也不算磨合，因为也没有要认真在一起嘛，还在初期的碰撞，初期的在寻找一些火花，初期的在寻找一些共识、感受上的共通点，在他的角度他是这样想的哈。来，我来帮你看看他是怎么想你的，看看这里有没有翻出来。哦，看一下哈。以目前来说的话，等等哈，好，那圣杯皇后也出来了哈，然后骑士，他觉得你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然后情绪也外在表现也很直接、很丰沛的人。对他来讲，你是他的完全不同的型，完全不同的性格，完全不同的表现哈。而且你拥有他所没有的那一种奔放的感觉，情绪也很真实，做事情节奏也很快，勇于冒险，非常有点像夏天炙热的太阳了。对他来说哈，因为这三个呢，就连你的奔放的情绪的外洒出来的那些东西，都会有点像是夏天的大雨，有点像是太热了来冲凉的那一种舒适感，对他来说是这样子的东西。你在他心里蛮像是一个有点类似太阳，而且这个太阳是属于夏天的太阳。那他比较像是他个人，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沙漠里的绿洲，然后可是小小的绿洲而已。可是大部分的空间心境上都还是属于沙漠，比较干的什么的。所以你的太阳对他来讲，就很像是他沙漠里的太阳，很自然让他觉得哇，我已经够干枯了或什么，然后你的太阳又这么大。但是你的有趣是，你不时的会让这一个环境里偶尔不时的会下起雨，哦，然后会滋润它，让它感觉到丰沛。他的感受上常常就是被拯救了，然后又熄灭了，又被拯救了，又熄灭了。所以在这个来来往往之间呢，他心里的那一份土壤，那个干旱的土壤，有点慢慢在发芽出一些对你的情愫。也因为你的热情或什么，他其实有接受到你对他的表达，或者他其实有接受到，他也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对你有感觉。那个干枯的土地或是沙漠，也开始慢慢形成一点一点小小的绿洲，因为你的夏日的奔放的雨水，你的那一种热情，你的那种情绪的挥洒，对他来说，是他可能本质上是没有的，所以他觉得他很需要。也不是因为很新奇啦，很新奇这种感觉，是他觉得他很需要，他也是第一次在你身上感受到的时候，他也知道他很需要。所以除了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之外，他也慢慢的因为你的心意在心里建立了一种对你无法忽视的感觉。哦，来再帮你看看哈，他对你的感觉再多翻一点。起雾，他觉得你是一个
蛮乐于接受挑战的人哈，然后他也觉得你是一个蛮受其他人喜欢的人哈。他甚至觉得他有在偷偷观察你附近有多少人也是像他在多少人是喜欢你的哈。其实你开始对他表达一些心意，他接受到他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就是说，你怎么会选我哈？这么多好的人，为什么你会选我？他的心态上有这个感觉哈。可是慢慢的，他从观察你的样子，跟你相处之后，他发现其实你有一些很物质的面的，然后有一些对未来的价值观啊，朋友或家庭的价值观想，他对你的观察出来，觉得其实你也蛮符合他的，有点出乎意料，不太像是他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奔放、情绪很多的人哈，他可能也猜想过你内在很多小抓嘛，但后来慢慢发现，其实你不是，你是一个，其实你内在其实也算是期待跟期盼一种稳重跟安静的感觉，有人保护、有家的感觉，你也在这边默默的期待，只是你外在的表现比较像是一种勇往直前，能够突破困境，什么挑战你都愿意试试，然后喜怒哀乐都表现在外面，所以对他来讲，他这种比较希望能够稳定。在稳定的状态去生活的人，对他来讲，你的跳动、你的活跃、你的快速节奏，对他来讲，他是不熟悉的，他是不熟悉的，所以一开始他对你是有一些判断上的误解，可是慢慢的他才知道，原来你也是跟他类似一样哈，就是也是可以待在家里很久，也是希望能够把家里布置得很漂亮，也希望也是一个也愿意宅在家里的务实的，然后对生活也不是所谓的及时行乐啊，然后有多少花多少，一定要玩到累才回家的这种人，他原来他对你的误解有这样子，因为你的火能量太强了，对他来说。可是慢慢他把它转换成说，哦，原来你这个个性不是只是这样子，有更多的优点哈，有更多的就是说是个乐观的人，是能够带领别人往快乐的地方去的人。但是你其实也是脚踏实地的人，你每个一步一步的事情都是有想清楚、有按部就班的、有节奏感的，不是随便的一些旋律的人。你是有节奏感的，很稳定的，也是有秩序的人，慢慢的往你的目标走的。只是因为你太过奔放了，所以会让人误以为你是莽撞的、冲刺的，就私底下却不是，你本质上却不是哈。所以他对你有一些想象是，也许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其实也许能够共组一个蛮好的生活，生活也算稳定哈。他也可以相信你，然后你并不会离他所渴望的那一种安定跟稳定太远，你就在附近哈。而且你还有一些他所没有的奔放跟火药，他甚至觉得他可以跟你学习，所以你的心意他是收到了，只是一开始到现在他还是不太适应，即使到现在他还在努力的明白那是什么，但是一切都慢慢的有所进步哈，他开始了解你了，也知道你的优点哈，目前好，我再帮你看一下，等等哦，我想一下他的。好，我帮你看一下，他近期会不会有更多的表达？哈，就是对你有一种回应。我来帮你看，他是对你是否开始有了回应？好，是否开始有了回应，还是他开始有想要回应你一些事情了呢？来。哦，随便什么？我觉得他其实有，他其实有偷偷问他的朋友，或是跟你比较熟的人，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哈？然后他最近其实有开始要反过来去接近你，对你做一些比较主动的事情了，因为他已经看准了。看准了你是什么或什么，他想要对你做一些表达哈，然后这个表达各方面都是好的，他对你目前的观察的结论啦，他的心得啦哈，因为毕竟你的心那个，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说你是比较主动的，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些回应嘛。
他有一些回应，我觉得他准备的还蛮不错的哈，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而且他也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好的人，能带给他一些蛮好的东西，感受上都是哈。近期确实他已经，我觉得近期他已经准备好要给你一些回应了，他知道了，他也可能会想要试着跟你认真的相处看看哈，到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是什么了。哦，应该说，我不能确定他最后要不要走到变成恋人，因为可是他有想要跟你再更进一步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变成比较好的朋友呢，还是更好的朋友开始再往恋人的方向走去。他的那一步已经开始跨出去了，他已经开始往你这边跨出去那些你所期待的东西了哈。有呢，这个牌又出现第二次了，所以我必须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可能很快就会有所进展。他已经把你对他的心意转化成一种可以试试看、可以交往看看的感觉，因为在他心里，他所想象的那一种美好的情况，在你身上似乎有符合，你也带给他一些蛮舒服的感觉，所以在他心里，他已经接受了这个挑战吗？这个反正他就是要回应你了啦。这边看起来牌面都蛮好的，都是一种很好，然后相处的很不错，而且还有蛮好的情况哈，还有一种和乐融融的情况，有很契合的情况，也有一种被其他人祝福的情况，更有一种遥远的未来被看到了哈，就是你们的关系已经有看到未来了，有发展，有看到未来。其实你们彼此有一些共通点哈，在这里哈，其实有一些共通点还没有被挖掘，会在他给你回应之后，两个人关系拉近之后，你们的共同点才会更挖掘，感情就会关系也会再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因为他这里有看到是说，其实你现在了解的他，并不是你以为的，他其实有更好的部分，哦，他其实有更适合你的部分，只是因为你们还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相处到那么深，还没有往那个深处去。其实你不知道，他其实蛮适合你们两个的。就是说，你们以为的彼此关系，以为的那个距离，其实并不存在。要在你们两个更进一步接触的时候，才会发现说，你们是彼此调和的，彼此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交换的。原来你们还是可以互补的哈。怎么形容这个呢？就是你们的感情很像，你们的感情会慢慢变成一个温水，在寒冬里面的温水、热水，你们想喝，可是你有水，应该说其实你有火，它只有水，独立起来就没有办法，让身体暖和，因为喝到这个，就是如果你用火来生火来取暖，那也就只有火，但是内在没有办法暖和起来。那如果它只有水，它就只能解渴或什么的，但是它的皮肤各方面还是也没办法暖和起来。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能够用火来去煮一个好的温水或开水，可以分享给两个人，然后两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境。你们会进入一个需求上，然后彼此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存在的那个点，你们会意识到你们两个人的话缺一不可，你们两个是最佳拍档之类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现哦，因为现在你们一开始你给他的心意，那就只是一个爱慕或各方面的心意。对于性格上、内在品质上，或是深入交往上面才会有的那一个火花跟那一个契合度，真的要在他给你回应之后，你们两个交往、晋升的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分享、更多的表现。因为你现在其实也没有完全表现你真正的你给他，他也不知道。他当然不可能表现这么多给他，但是牌面有看到，后来你们两个就会发现，原来你们两个彼此这么契合，但是好像错过了蛮多时间的，浪费蛮多时间的，在别的地方也错过蛮多时间去考虑这份关系有没有可能。来，再帮你看，这个久了哈。
这个时候出来这一张牌，我反而好奇了，因为这张牌有蛮多的沉重感跟保卫。不过我必须说哈，你们两个还是会有一些自我防卫的成分在里面。或是他其实好像很久没有接受一份感情了，或是他对感情其实是蛮小心翼翼的。所以当他开始跟你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和交流的时候，他还是处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比较重。他其实不太能够快速的表达或是付出他的情感或什么。他比较像是说接收到了别人一点一点的好，10点的好，他只能回馈大概2、3点的程度。他蛮小心翼翼去付出感情的，但也有可能是他对于付出感情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熟悉，并不那么灵活。他总是很小心翼翼的保护着自己的情绪的表达。在这部分你可能要有点耐心哈，因为你可能是比较奔放的，你的表达很多，但你可能不会马上就得到对等的回应哦。他可能只会有你的热烈度的大概只有20-30%而已，所以你这一点你要注意到。但对他来讲，这是他已经很能做到的最大的了啊，因为他是很习惯保护自己的心灵的一个人，所以也才会在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阶段的牌会看到一个很稳重，想要把脚步踩稳的一个人哈。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说他之前的一个整个心灵心境的状态比较像是一个干枯的沙漠，偶尔有雨的一个状态哈。那是他的情感世界啦，情感世界的描绘。有了哈。不过没有关系，你们的其实这个牌前面也有出现，这里就出现好几个，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会有外人不是介入帮助，会有外力资源，就是说，可能你们的朋友有人会帮助你们，有事无的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接近，可能是他同时邀约了你们一起出去，跟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可能也有人看穿了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愫，然后刻意的、主动的帮你们两个在无意识之间拉近了距离。有人偷偷的在帮忙哦。这里有一些，这个牌不是这里才出现，其实前面有，那我一直想不到那个讯号到底是从哪里来。这边那边有，前面就有一些受人帮助的讯号，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不会靠你们两个自己就更上一层楼哦。有人在默默的帮助你们。的确，当那个朋友或是第3个人、第4个人出来帮助之后，你们两个就会再度或是快速的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里，关系会很紧密。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两个并不会那么明显知道是谁做了这件事，但是你们会觉得两个人关系突然变紧密了。过了说，今天的题目是来看他接收到你的心意吗？很快我们就知道了，他其实有，而且他已经在开始反过来为你做一些什么，开始有点想要主动去做一些什么了。你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牌面上有很多的讯号都告诉我们说，当他开始行动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开始往一个很好的新的位置发展了。你们已经在那个走道上往那里的道路上面走去。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有一个心灵上、意识上的交接点、交集点，你们两个都在慢慢的往那里去。因为世界牌在这里面，除了显出来的2张牌之外，刚其他牌下面有一些小小的世界牌在推动，所以我才会说，它可能是某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可是你们两个在穿越不同的路径走在一起，所以你可以放自然一点的，你可以放自然一点。你想做什么，对他想要表达什么，都去表达。你只要觉得开心就好，你感觉到他会开心就好，你就表达。你的路会跟他的路很快就会有所交集点。他已经朝你这里走来了，所以这个速度是会加速的。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哈。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牌面还不错哈。对方已经反过来为你开始想做一些事情了。开玩笑的说，他已经收集完情报了，他现在要来报告了然后那个报告是蛮好的，然后他还要对你做一些好的回应，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因为接下来的情况是你会更多的了解他，他会在你面前展现更多你所不知道的魅力或是优点。同时，你也要，我想要你做的事情是，你要更表现更多的真实的自我。因为我有看到他对你的感受上都是比较表面的，他是比较浅层的。你差不多也可以开始展现一下你真实的你了，你的好恶啊，你的喜好，你的兴趣哈。你如果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你在他面前只表现到50%，你可以再加强了。如果你是一个幽默的人，你也可以再更幽默了。如果你是一个开朗的人，你可以表现出来哈，不要把被害羞或是对于你也对，因为你对他还是有些不了解啊，不要被那个不了解跟陌生感给吓到了。现在这个情况还蛮好的，你可以开始表现真实的你自己，都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因为对方现在的注意力开始在观察，开始在收集什么是真实的你，什么才是你的最真实的美好。所以你可以开始表现出来了，因为这个位置已经稳定了哈，对方已经有一种你表现什么，他都也可以蛮开心的遇见，蛮开心的看到，他也都可以，反正他就是一个已经开放对你的关系，对你的存在已经有比较有开放的心态跟比较快乐的心情了啦，他的心境也已经比较幸福感已经有了。好，就这样，这是选择1号的朋友，希望你能理解我对牌面上象征的诠释。喜欢的话记得按赞了哈，按赞对频道很重要，谢谢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对方知道你的心意了吗？他接收到你的心意了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是不是？对方有从他的朋友、其他人，他自己没有发现他是被别人告知的哦，别人看出来了，有人告诉他了，然后。别人告诉他，人告诉他，然后他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开始有在思考这件事情，用比较理智的状态思考。目前看到的是，他是知道了，可是他这样可能现在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有些事情正在忙，他有一些工作啊、生活上的事情正在专注着，他没办法那么快速的考虑爱情。这两张牌有这个讯号，我再帮你看对一点，看看他有没有。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讯号，是因为他没办法，他有感受到你的心意，而且他感觉到是快乐的哈，他也觉得他心态上是有会心一笑的快乐感，一种幸福感哈，而且其中有一种是像我这样子的人，也有人喜欢的一种一种自我的小小的自卑，也在他心里有展现出来，但他基本上他是快乐的，他是觉得幸福的哈。他也不是说，就是他觉得蛮意外的啦。这种方面他觉得蛮意外的。的确是他现在的生活跟各方面其实蛮不适合。他觉得蛮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跟任何人交往或什么的，因为他好像才刚开始在专注一些他重要的事情，而且他已经觉得很劳累了，然后有很多事情要解决，但是还没有办法甩开。可是他又很热情于要去把那些事情做完，大概就是工作上或学上的事情吧。但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什么？好，的确跟我刚刚讲的哈，即使他已经接受到你的心意，可是他还是先要把你的心意先摆在一边。这里也是他把你的心意，好，再帮你看看他现在对于你的感觉是什么。他对你的感觉充满了蛮多的不确定感哈。他对你的好意是有好感的，只是在他的现在的思维上，他觉得他不知道他要期待什么。对于你这份感情，他不知道你要期待什么，其中的未知感太高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你们可能彼此不熟悉哈，然后但他也没有完全要往那一个地方跨一步，他有想过说，不然跨一步来看看这情况是什么。但是后来他被
自己的想法打住了，因为他有一些务实的想法，一些艰难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很快就回到一些比较务实、现实面的。他现在无法分身乏术去有一段感情，但不代表他没有对你，这个我要直接问，那他对你的好感度到多少？他对你的情感就只是非常非常初期，也不能说非常淡了，就非常非常初期，就是有感受到你的心意，也觉得有一种谢谢你喜欢他的感觉，但还没有到于他也想要对你做一些回应跟一些好的回复。他现在比较想放着，因为他现在真的太忙了，他的专注力真的在很多别的事情上面，他真的很难去思考你的存在的这一件事情。他现在因为已经连续出了好几张很忙的牌，有很多噪音，有很强的思考讯息，就是他现在脑中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思考等级在挑战他，所以我才会说他很忙碌嘛。这里你看，这里牌都是很多人的牌啊，这里也是。而且他不管是心情上、行动上、生活的周边，他现在要面对的挑战非常多，而且能帮他的人不多，他必须要一个人面对。他可能生活上有很多困难，可能他也缺钱或什么，他需要自己去工作，或是他现在公司有派给他一个任务，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他能力还不错，现在他就是孤军奋战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办法有时间去谈恋爱，或是接受一个人的喜欢。所以他现在对于爱情的渴望各方面，他现在是蛮没有感觉的，放得蛮低的，因为他其他的事情已经充满了他的思绪或那些时间啦，他的时间被分摊掉了。这个啊，调和牌，我翻这个的时候忘了想我要什么，他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直觉是。好，脑袋像有个声音，他就是告诉你说是想时间啦，是讲时间啦。脑袋就在我刚刚完全想不到这个牌为什么跑出来的时候，脑袋就真的有个声音说是讲时间啦，是讲时间啦。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是，我本来是在想说是有机会，你有机会去调和你们的关系或者经营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时间的讯息就出来了。原来他在告诉你说，你们的他还在花时间。去整理他的生活，去调和他的生活，因为他现在处于一个蛮乱的阶段，所以你的出现或是你的主动、你的心意，如果给的太满的话，在某方面是要打扰他的是会打扰他的。所以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比较像是说，你要让宇宙跟空间、时间慢慢的调和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缘分，你要花时间等待，不要急。这牌出现在这里，给一个很强的讯号是时间很重要，不要急。来，我再帮你看看他的状态，他更多的状态，好吧？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但我还想知道更多，让你不要误会他，或是觉得为什么心意到了都不做回应，好，他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我觉得他这里的暗示是说。他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离他本来梦想很近的位置，他现在是没有机会放弃，或是他也不想放弃了。而且，就是他现在走到了一个非常强悍的位置，在他的人生里非常关键性的，会影响蛮多人的。有很多人也期待着在看他做，然后他一定会做到。但是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去显化它。如果以你的角色，我认为你好好的在旁边鼓励他。支持他，陪伴他，不要让他有感情上的压力就够了。即使他开始有觉得你对他做的很多事情的好都有点太多了，他有点回应，你觉得有点压力或什么，有点烦躁，拜托，我相信，我请你跟他说，没有，你就让你在他旁边陪就好了。你不会烦他，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你会帮忙，你会好好的看着他这样。你让他知道说，有人很相信你能够做到，在他气馁的时候，
我觉得你先用这个角色站在他旁边就是最好的情况，因为他现在需要非常强大的专注力去完成他现在要做的那一件事情。那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不要跟你分享，你也不要去问，你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还有事情在忙，你可以用一个非常淡的朋友的关系站在他附近关心他或是支持他就可以了。其实你做到这样子就很够了，对于目前的关系来说就很够了。这个牌不够解释我要想的事情，我再翻一张。意思是说，你们的感情关系啊，还要一阵子才会有情感的交流，才会跨越现在的这个状况，进入一个新的开始。他会有一些回应，开始有一些情感的回馈给你，他会回应你一些情感的东西啦。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跨越，因为这个牌它翻出来的时候，它给我的一个时间距离出现了就它不是有的时候它出现的时候，它会让我觉得它是现在就要转变，但是今天这个局面我感受到的，它这一个还在比较后面的还在比较后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可能就这一段嘛。好，这个是要后面就是转换成情感会有东西，但是我就刚前面讲的时候都还在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有10个3、4、5、6、7、8、9、10，大概还是有在这里，我感受到就是在这里。所以你在他旁边陪伴，然后陪他努力成功，还有一段路，他才会开始对于旁边的人会有一些情感的宣泄跟感染，才会比较多的付出。要再等一下希望你可以有所耐心我想想翻这个是，先看。我知道了。我发现他在心底有一个不想告诉你的想法是，他也希望你看着他成功，他希望在你身上得到赞美，因为他有知道你在关注着他，他也不想让你失望因为他知道你是喜欢他的，他也不想让你失望，所以他现在有点更加倍的努力，希望你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分身乏术跟一定要专注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面的这一个苦衷跟这一个必要性所以他其实有把你放在某个位置，也把你圈选到一个反正他也希望你看到他更好啦。这里看到他也希望你看到他更好的确是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时间还要再拉长一点，因为他也没有马上会显化他要做的事情，虽然已经在显化的路上了但是这个时间，整个牌面下面有一个时间感拖着拉着往这里去好了。他心里也是，他现在有蛮多的困难无论是行动上、内在上面，都还有蛮多的挑战要面对的，而且难度有一点一点的提高。虽然我这边看到他也没有特别需要别人来帮忙了，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然后而且他这里有一个他人格上面的性质又跑出来，他是一个会越来越有企图心的人会越战越勇的那一种性格。所以当他往下去奔放的去使用他的能力去征服各种挑战的时候，他会更加的专注，更加的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有点担心他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接近他的成功之后，他离你会越来越远，然后他会离跟你做好的回应的时间点也会越来越长。所以选到2号牌的朋友，你必须要更多的耐心因为我有看到他终究会回头看你，回头给你回应，但越翻越多，我发现这个时间的长度有越来越长的迹象了。减2，哇！但你会越来越被他，结果你反而会越来越被他这些事情的魅力所吸引住、绑住。哇！我发现你要跟着他很长一段时间，会跟着他蛮久的。如果你觉得是享受的，没有浪费你的时间的话，你可以因为他会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好。
他等到他都准备好了，他回头跟你讲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比你现在所看到的他更好的一个人哦。好，看你用什么心态陪在他旁边了。我觉得现在就是只能陪伴了，没有别的方法。Seven，对啊，目前看到就这样哈，没有什么。他这里有显现出说，你所期待的东西不一定会出现，真抱歉，他有告诉你。不过目前来说，你所期待的东西是一个很未知的，不一定会出现哦。但是你有可能会得到一个蛮好的朋友关系，或是更好的，反正你们的关系会比现在再好。可是会不会进入到恋人？目前没有答案，目前只觉得陪伴他，不要离他太远。你的存在感对他来讲，现在是已经很最大化你所能做的事情。毕竟他已经接受到你的心意了，他没有办法忽视哈。而且刚刚也说了，他的表现也圈选了你的期待在里面哈。所以你可以慢慢增加你们关系的浓度，看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变化。来，我来看看你们关系的后面发展。这里有看到你们两个是会有个结果的耶，而且是个蛮好的结果的，都是快乐的结果，蛮好的结果。两个人会有新的关系产生，会有新的火苗产生。就不猜测，我想直接问：这是一个恋爱感的，还是只是朋友的恋爱感的吗？是恋爱感的关系就要存在吗？我们要期待的是恋爱感的关系吗？哦，我没办法说什么，他就说不太是。哦，那是关系会变更进展呢？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吗？这类型的，算是。他说是人的关系会像是更好的朋友一起陪伴的朋友哈，你们两个会有比较好，会有更好的言语交流，或是谈话交流，更像。我觉得他这个比较像是很好的朋友，这个牌会比较像是很好的朋友哈。来，那你们之后有可能变成恋人吗，或什么的？他们之后啦，他们之后。三张牌让我看好吗？哦，因为目前看起来，你们关系会有比较好啦，然后你们会开始有互相吸引的情况，但是好像没有办法变，好像还没有确定要变恋人，但是好像有一些，我觉得这边告诉我的是说，你们的外在上面有一些改变了，然后开始变得比较有魅力，并且互相比较有吸引到。但是他那边内心还是没有能做出一个决定，要认真的在一起哦。也许你们的关系有变比较好，但是对方还是会迟迟不做决定，或是没有做决定。你如果要等或什么的话，我不知道要等到多久。但是你们关系是有比较多的进展，会有比较亲密的行为会超越现在。可是确定关系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彼此的暧昧会比较多，彼此的吸引力会增加，但是确定关系的这个讯号没有出现，比较少。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哈。然后我有发现喜欢他的人有变多，七啊，这个我要翻小的笔记了，因为这个时候跑出来七跟八的话，好。他的心思变得比较混乱啦，他有点到后面，他有点更不需要爱情他有点不是更不需要，他更没有想，他有更多复杂的事情想处理，他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比较有一些新的偏见，感情上越来越不是他最重视的东西了耶。哇，那一段路真的还蛮长的，所以如果你要等他的话，其实要等蛮久，因为他好像蛮需要一个蜕变的机会，或是一个大转变的机会了。好，我再帮你看一个东西好了。
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人他的转变，他后面似乎是会有转变的。他这个人的那个转变，会渐渐的契合我们吗？渐渐的契合观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吗？还是我们2号牌的朋友就干脆就以一个朋友的态度或更好的朋友态度来接受呢？我这个翻好了，来帮我给一些明确的牌，让我知道说这个未来性如何了。因为再这样下去，这样翻，其实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会有点让我觉得我在很执迷不悟的在翻啦。哦，一般来说，通常那个牌面的走向跟我们所看到题目的期待有背道而驰之后，我会尽量的帮你们找到一些比较好的路径，或是比较好的思维去面对。但渐渐的，我发现有的时候牌面的真相给的太强烈的时候，我就只好直接告诉你们，然后再给你们一些心理上的建议。来，这个未来我看他的翻什么，我就直接。你需要回去爱自己。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是这个，因为他告诉我说，你现在有这段经验跟观察这个各个人的出现，对你的人生算是我讲比较快，因为讯号比较多。这个人的出现对你的人生有蛮多的好的经验，跟很多的蛮多的成长。你会因为跟他在一起，或者跟他相处了，不是跟他在一起，跟他相处之后，你会得到一些你的情感的真相，你会比较了解自己对于情感是什么，然后你会回到一个比较真实、比较扎实、比较现实的面哈。然后你开始会知道你相信的现实的成分是什么，你相信的是爱吗？还是生活？还是金钱各方面？你会因为在观察他，发现你跟他有个距离之后，发现可能离他越来越远，你在追逐一个你不知道的未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理解自己，然后回到一个情感的原点，发现自己原来爱人的方式是那样子，而不是你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子。然后这个牌面有点在提醒我说，你要回头看一下你自己是一个蛮丰沛的人，是一个蛮很有吸引力的人，很有内在的人。你其实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期待一个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或是没办法感受到你的心意，或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爱，或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的好的人的身上。对方虽然理解到你的心意，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好好的接住。他现在在告诉我，你现在的方向是一个比较错的方向，你需要从头把现在这个情况把它毁掉，再从平地再重新盖一个好的高楼。让自己换个方向，或让换个思维，以这个方向走去之后，你才会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遇到其他喜欢你的人，或是你喜欢的人。但也有一个机会是，这个人看到你的转变，或是感受到你的成长，也可能感受到你的离去之后，才有办法感受它。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反动的方式，才会改变这个局面。因为现在如果你主动往那个方向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结果啦。我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我就直接讲给你听我直觉感受。来，我再翻一次一组牌来看看，接下来的讯号还有什么？有认真一点翻了。Sorry， 再等一下。看一下这一张，你要在理智一点点回归到比较现实面的地方哈。其实你看得到你的未来，你看得到这件事情发生，你也看得到这一件事情的真实是什么，你也知道什么，但是你还没有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其实你有能力接受这件事情发展的现实，你会回到更物质、更平衡、更有状态、更自己、更能保护自己的这个状态里，而且你能够因为
看清楚了这一件事情之后，你能够显化更好的东西。你有能力，其实你不知道你的成长已经在发生了，只是因为你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他现在整个牌面告诉你说，你只要把注意力回到你自己身上之后，你会显化出一个全新的可能，但是跟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你全新显化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位置、新的天地、新的走向，而且那个走向会比现在你看的那个方向更多有趣的事情，更多期待，更多的惊喜哦。因为当我开始翻这些牌，开始以你为中心去翻的时候，所有的丰沛感、所有的收获、所有的好的牌都跑出来了。还有一种勇往直前，可是整个方向感都不是往他那边，是往别的方向去。然后他这里有一个往你内心去的，他有挖掘到你的内心有一些很好的价值却不被欣赏的东西，也有出现。所以牌面有在提醒我，叫你去显化一些，去努力，会把专注力在别的事情上面，或是先回到你自己身上。你很快就会有新的收获了，好吗？现在有一些小执迷，你可能要转个方向哦。好，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我很努力帮你找到了一些你需要的讯息，我很努力了，我很努力了，好，然后也删减了很多我不想给你听到的讯息，但是很不得已的，有些讯息还是要告诉你，希望你能体谅。然后我最后还是翻出了确实跟我想的差不多的那个讯号，因为我脑袋有一个讯号，有一些讯号是需要告诉你的，可是我需要牌面来帮我整理，所以我翻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希望你后面这段你可以重复听听我讲的是什么，因为我讲的很快，我真心希望后面能够帮助你，希望你能够接收到哈。好，如果喜欢了，请按赞哦。那按赞对影片非常重要哦。好，希望这些象征真的会帮助你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的心意他知道了吗？他会对你做什么回应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我看一下，因为这个心意是传递出去的，我不知道他们接收到了，来看一下。谁是说，他好像没接收到这个，他接受的很模糊哈，他接受的很模糊，他有点抗拒任何，我觉得他现在是在抗拒你这个吸引，还是他没有接受到？感觉上好像是没太接受，因为这边2张牌封闭了他的一个接收器哦，然后整个情感的流动也是能量不够强，没有过去，是他比较麻木吗？还是什么？还是比较？再看一下，我要判是他哦，他为什么没有接收到他没有接收到，他没有感受的很深，或是他有误解你给他的讯号或什么，他没有确实的接收到你是哪一种喜欢，是朋友的喜欢还是什么的喜欢，他没有很精确的接收到哦。我跟你解释一下，因为这2张牌告诉我说，他有一种内在封闭、武装起来的，表示他没有在接受，他只在听自己的声音。然后到了这个他的人，他也是一个保守的状态，然后又到了这个，他没有想，他在把很多情感的东西都推翻掉，他没有要接受这个，他也没有开放这个心态去接收啦，所以我才说他没有接收到。那这个牌可能是你这里的出去，可是因为这一个只是逝者的圣杯，这个水的能量很小，它像是一个马克杯的水或一杯水往外洒的能量而已，没有那么强烈的联动感，所以我觉得他接收到的讯息不是你想要的，你想要给予他的那个来我看一下，我再仔细看一下该怎么翻你。那他现在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这流出来一样啊。他真的没接收到，他封闭起来了，他没有特别去感受你的状况而且他现在他喜欢的东西很多，他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很多，他不太在意别人喜欢他什么，他比较在意他自己的兴趣，他现在喜欢的东西，他想要专注的东西。他比较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接收外来的讯号的开放度很低而且他对于情感接受的能力比较弱，他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感受到很多的好，
他才会知道这个人的心意。比如说，就是你对他的好，他必须要到累积到某一个蛮强烈的程度之后，他才能够知道这个人的心意是什么。他没那么敏感，有些人很敏感，很快就能够感受到有人在暗恋他，即使暗恋哦，一个眼神，有些人就很快就能够感受到。但这个人反而是完全相反的，即使你已经给他很多的讯号了，他还是接受的很模糊。这么奇妙。也是一样，我再翻一下这个人 Patrick Baldwin。好了，他不用的是我想玩的，你看又出现这两张一模一样的牌，他就是一个他真的太专注在自己身上了，他很专注在自己身上，有点傻乎乎的哈。然后他光是脑袋烦恼他喜欢的东西，他觉得他的脑子就已经忙不完了。他不是那么敏感的，水的能量很弱哦，水的能量很弱，雷达讯号接受能力也很差。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失败感啦，你现在也不到失败的程度，就是你要再加把劲让他知道。可是要耗费的功夫，要耗费的心力，要的多元性、变化性要更高。我们一个简单来说，他很宅，他的心态很宅，他只在乎他喜欢的东西。他心态甚至没有期待有任何人在暗恋他或喜欢他，他旁边有任何人对他好，他都觉得就是朋友的好，或者比较好，关系上的比较好。他会把它归类在一种缘分来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人，但他不会把它想成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恋人。好，然后他会他不会忽视旁边的人的关系，但他不会把它进阶到是一种情感上的追求或是恋人的发展那个方向去。但他心态上，他喜欢的东西里面有处于他的一种幻想，他幻想谁能够跟他在一起，什么谁。但这个比较像是一种游戏的态度，一种玩游戏挑战关卡的态度。而且他脑袋里想象中的那个恋人有点不太实际啦，不太就虚幻感很重哦。没有那么现实，没有那么生活感，所以我觉得用宅这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态，我觉得蛮精准的。你现在拍这个，我再来帮你翻更多他的，帮你翻一下，你跟他的关系有什么突破点？还有我直接帮你看你可以再多做哪些事情好了啦。我看看牌面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看一下，他这边说，你是可以成功的，你可以让他打开心房，但是你需要做的事情要更多，要更柔软一点，要有耐心，慢慢的接近他，一点一点的给他增加你在他生命里生活中的存在感非常重要。然后你需要用很多的小心思，你需要好好的观察他，去分析他需要什么。因为你现在你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到达他那边，他没有接收起来。你要再给他更多的讯号，而且是要非常明确的，而且要能理解他的，而且能够帮忙他的。总之，你要增加在他的生命里跟他的视野里要更强悍的存在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然后你需要他的朋友帮忙，你自己一个人做不来，你需要他的朋友帮忙，他的朋友会更知道要怎么，你需要求助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愿意帮你忙，因为他们的朋友，他这边有看到他的朋友甚至认为他可能没有人会喜欢，没有那么有爱情，因为他的朋友可能更了解他，所以当你的讯号被他的朋友知道之后，他的朋友是蛮愿意帮你忙的，也蛮愿意帮你破解他的，然后你会找到方法，你会找到资源，你会找到哪些地方去，然后你会开始建立你在他的生活中的一种丰沛感，让他对你开始有所需要。我这边看到的是，你要建立他对你的需求，才有办法更突破这份关系。的确只要朋友帮忙你很需要朋友帮忙要突破这个关系，你自己一个人破解不来。又要需要朋友帮忙，他的朋友里面有蛮有智慧的人，而且蛮务实的，完全知道怎么给你出策略的人。有非常了解他的，你先看看哪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好像策略在他那个人身上，你可以跟他探索一些蛮好的方法。那边有诀窍有出来，就是靠的，
一样，这个没有什么好说，这比较像是说还需要很多的耐心哦，需要更多的耐心。看一下这个，当我们开始去翻到朋友牌，需要朋友牌帮忙的时候，因为这个牌其实没有特别说需要朋友帮忙啦，但是我就是有感觉到需要朋友帮忙的讯号，结果朋友帮忙的牌就出来了嘛。就是其他人会发现一个其他的外力、其他的祝福、其他的能量需要介入，所以我才会说你需要朋友帮忙。然后后面证实是，然后当我们开始往需要朋友帮忙之后，太阳牌就出现了，表示我们找到了那个契机了。所以现在你得到的第一个建议是找朋友帮忙，好像会有蛮好的进展哈。好，8杯子就出来了。这边还有一个小小建议是，你先对他的期待感不要放太多，你要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关卡来挑战、来游戏来玩。好，因为现在你所缺少的是他对你的注意力。所以你现在可能要抛开一些你对他的过度期待、对他的幻想。你现在所要立刻的，现在你要努力突破的是，你要怎么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一个很被需要的状态。其实有很多破口哈，因为这个人是蛮封闭的，蛮活在自我世界的，他很难特别需要谁来帮助他，或者是他没有特别觉得谁是必要的需要在他的生活，因为他自己来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有告诉，这边有一个契机点啦。你对他的生活的必要性如果存在的话，那个存在感会达到满点哈。他的眼神或各方面才会开始注意到你。那个时候你在付出一些心意的时候，效果跟效用才会开始变得比较好。的确，这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哈，你需要拿捏蛮多事情的。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除了你要好好的观察出要怎么去接近他，让你成为他的，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让他需要你啦。好，那这个需要蛮多的智商的，不是智慧，需要蛮多的小技巧、小 paper。我觉得他的朋友可以帮助你，目前是这样。那我再继续翻这个题目，除了他的朋友帮助你，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进行，让拉近你们的关系？要怎么突破这个？如果你需要这么主动的话，这个又出现了。Prepares for，他说不要急躁，不要急，好，要慢慢的走近他，不要急躁，不要。他有一点点像是，如果你的能量太长，太逼他，太急躁，对他要求或什么的，你要有一点隐身的感觉啦，偷偷的靠近他，偷偷的建立一些关系啦。我觉得你问他朋友比较多方法会开窍，然后你会慢慢找到接近他的方法。而且这边有告诉我一点是，你除了越来越接近他之外，你也越来越了解他这个人，然后你还会慢慢的理解或是反省他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人哦。因为你会越来越挖出他的个性跟样子，跟他的朋友聊天之后会更了解这个人。其中有告诉我你会有一些意外的答案，你可能不喜欢，会有点惊吓。所以你确定一下，你要再更往下了解他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你不想要知道的情况，跟会让你不喜欢他的状况也会出现的。有一点像这个讯息，我有感受到。然后你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你自己在做什么了哈。不过那个能量不多，但是有哦。更多的能量是更趋向于他会慢慢加分，他会更加分，也有这个讯号。但是另外一个讯号有出来，我还是讲一下哈。你当然你同时会发现他更多的优点，然后对他有更多的期待哈，然后也会对他加分，有这个讯号是有出来了。5啊，10，好，
可以期待，可以期待。这边比较多的讯号是往这里，往那个跟它更接近之后，其实丰收感比较多，丰收感比较多。好坏的情况，你也同时会发现它的缺点啦，同时也会发现它有你不喜欢的地方，然后你会调和的很好，你很快就接受了，你会体谅它，你会理解它哈。不过这里所有的讯号都在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会缺少哦，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他到最后都还不理解你，因为你太追逐他了，他从来没有回头看你哈，越来越接近，只是让你更了解他。所以等到他回头看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哦，因为他可能觉得太冲击了，对你来讲，他觉得你太陌生了，这个情况也有哦。所以整个牌面是往你的愿望走去，但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出来他想要什么，他对你身上他要什么，这个目前都还没有看出来。我们下一轮来看好了，一样，这个你需要朋友帮忙哈。他的朋友里面有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有智慧的，不要找比较聪明的，有比较有智慧的人会告诉你怎么解套哈，怎么拉近关系。来，我来看一下。你在他眼中是什么啦？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挖掘，来看一下。这个用这个翻好了。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我们刚刚都忽略了。你现在在他眼中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样？是什么人？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空缺太大了，我们这种一个方向的追求的气氛太浓了，我觉得很没安全感。我想要确定一下他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比较能够公平一点嘛。好，帮你看哈。他对你有他刚开始跟你，我讲快一点哈，你感觉比较。他刚开始跟你接触说认识你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蛮好的感觉的，可是他是比较他很快就对你有好感了哈，所以他蛮能接受说你在他的生活中或生命中出现了，他对你这个角色的肯定蛮有肯定的，可是在于喜不喜欢你的那一个关键点跟瞬间，他就已经转换成是朋友的想法，或是把他看得比较淡，他完全没有想说是恋人这个方向，他没有。这个恋人牌只是一个快速的情感发生，而并不是说他一开始就对你的感觉是恋人，没有这个，我觉得不是这个，因为他这里面有些牌的讯号不是往那里走，而且你们的关系很快就进入了一种很淡的情况，因为他的眼神跟他的关注力马上就从你身上漂移到别的地方了，他知道有你这个人存在啦。当然知道啦，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你在啦，但是多重要什么他没有想过，因为他又很快就跑回他自己的内心里面去，专注于他自己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显化他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他喜好的事情，他很快就回到了自己。他对你的感觉很快的在认识、确定你是谁之后，就情感面就飘回了他自己后，他就往别的地方看去了。他活在一个浪漫的自我世界里，那他的世界里充满了蛮多的神秘的东西，很有趣的东西，未知的东西。他活在一个自己的故事里，他这样活在自己的故事里，他在里面很开心或什么的，所以很难被打扰哈。那你的存在感当然都在这一个圈圈的外围哈，是存在的，他看得到的，可是他的关注力在往，比如说这是一个圈圈哈，他知道你在圈圈的外面，因为他在这个圈圈会环顾四周。他会环顾四周，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喜欢？在这个圈圈里，然后，所以他在环顾四周这个圈圈的时候，他知道你看到，他有看到你，但你在这个圈圈外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好，他看，他会看到你，但你在他的圈圈，就等于说你在他的世界的外围，他有看到你，但你还是在他的世界外围。所以回到一个一样的事情，就是前面我们要怎么突破进入他的圈圈，还蛮重要的在这个关系里。好，我来看看，这已经。
这个逻辑其实可以对照到很多啦，就是来看这个牌的，有很多人可能关系，你会觉得说关系怎么一直没办法突破？的确，他其实是蛮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他只在乎他喜欢的东西的人还蛮多的。除了找朋友帮忙之外，来我来再帮你看看，因为还有时间，我想帮你看的是，他的朋友能帮上你什么忙？这个重要吗？还是就是我帮你偷偷看一个别的，好吧？因为现在这一个人比较看得出来，就是他可能你要再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再更接近他了哈。然后请朋友帮忙什么的，我来帮你看这6个月好了啦，先看看6个月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进展，好不好？先帮你看3个月有没有什么好的进展。好，今天这3个月有什么好的进展？3个月，5 close the force, 我觉得你到下个月的时候，朋友会帮上你蛮大的忙哦，会让你更接近他，会找到一些更好的发展跟方向哦。不过你还是很难很快靠近他了，因为你跟他的距离还是还蛮远的。他下个月的时候，他的朋友的帮忙，其他朋友帮忙会拉近一点距离。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下个月或是最近你找他的朋友帮忙的时候，我觉得你需要的是跟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在他中间得到一些智慧，或是得到他一些谏言，因为他有些谏言会告诉你说。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干嘛喜欢他？你可以去喜欢别人，他觉得你可能很好，你干嘛花费时间在这个人身上？”会有这种谏言哦，你可能要仔细听哦，因为可能有别人都观察到这一个人很难有恋情发生啦。因为我现在看，我从一直感觉到对方的对于爱情的这个期盼度各方面都还蛮少的，他更喜欢朋友，更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上哦。然后到第3个月 ，divorce。都没有到第3个月的时候，又会回来到一种更封闭的状态了耶。反而3个月都没什么大进展，除了2个月内你可能会比较认识他的朋友，你还会得到一些别的新的谏言跟帮忙，可是都不是往他那里帮，反而是他对你的人生的体悟更加的提升，给你更多的生活的想法。有点在提醒你说不要这么执迷不悟哦。第3，就是好，再看一下。3个月都降了，要到第4，我觉得3个月都没什么进展呢。再看4、5、6，4、5、6的能量是会变弱，所以我不知道翻起来有什么。帮你看，还是看一下第4、第5、第6个月的趋势好了。希望还是比较小。到第5个月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契机，但是还蛮薄弱的，都是属于比较蛮薄弱的，然后都比较属于一种虚幻跟自我想象的空间。帮你多看一下这个，有点空期待啦，期待一个空的东西。不觉得这人是只靠。我反而发现，等一下我要看这个牌，等等，我有感受到一个东西。这个是谁？是图？是？咦？我反而发现，你到第4、第5岁，你会有别的，让你有对你有特别感觉的情况有出现呢。你好像会吸引到别的，因为我发现它好像有一个别的能量靠近你，而不是。它是一个很短暂会出现的，然后那个人可能会被你伤害哦，你可能会拒绝某个人。我看到是大概第4个月之后，会有一个喜欢你的人或什么别的情况会出现，然后你会拒绝他，他被你很多情况吸引，然后什么，可是你不喜欢他，他被你拒绝，因为这边有一个伤心的东西来了就走了哈。我不小心看到的会有这个情况哈。该怎么说？你要享受一下，可以你享受一下吗？你可以期待一下，有发生的话，因为发现你的专注力还是在这个人身上，你好像离不开哈，所以你很快的就会拒绝这个出现的能量。我只能告诉你可能有，来我再帮你看一下后面。后面的话就还好，后面的话就还是属于原本那个状态，就是没什么发生，又
没什么前进，还在一个思绪跟思考很混乱的状态里，没什么进展。然后这里给星星牌的时候，我刚刚说有一些情况改变，但能量很强。原来这个情况改变是可能有别的人会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但是好像不是你的菜，你也不喜欢，有点打扰你，因为这个速度很快，他就被吓走了，伤心的离去。大致上是这样，这3个月。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再帮你翻译组牌。我的好奇心使然了，来，你会有别的恋情吗？这是我想问的，很鸡婆哦。因为刚刚那一个瞬间让我，让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发生。好，来看看啦，哈。好，就翻这5张。哎呦，有它有一个外来的事情会过来，然后把你，它这里会有一个别的力量进来，让你的思维各方面提升到一个地方，而且这个人他会成为你对于你人生或者是对于你爱情的一个分水岭，他的出现会改变你很多想法，你会在其中会得到一些挣扎，也会得到一些智慧，而且，有这个讯号出现，可是这个出现有点打乱你的各方面思维哈，他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的人，而且他有点太聪明各方面，可是你又有一点点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可是你不太适应这个人哈，因为他这个人的风格各方面讨论的事情，他的走向跟他的在你身边产生的一个立场跟一个力量，你有点都不适应哈，所以你是不是这一个情况是不是没有办法往下走？因为我刚前面有看到是那个人是伤心的离开，有一个那个刚上一组下面有写说有一个很伤心的讯号，很快速的出现就结束了。那我来看一下，这关系是不是没办法往下，只是出现昙花一现的情况，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然后让你有一些新的思维。2张。好吧，确实好，我看到一些契机了。我觉得这半年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出现，那你们可能不会成为恋人，也不可能在一起。可是你的心理有受到一些改变哈，被这个人所影响，他对你的内在世界、精神世界有注入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知觉、新的灵感，改变了你对于爱情的思维哈。如果你心里爱情的看法跟价值观会有一些崩塌，做一些很大的改变，然后这个契机点反而会改变你对于你现在所喜欢的这一个人的确定性，可能会有一些动摇哈。但是我有看到的是，他带领你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之后，你会重新回顾看一下你现在所喜欢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因为你可能花了太多时间了。所以最后我可能嗅到为什么一直都没有结果，可能是你自己离开了，有可能是你自己离开了，因为可能被这个人所影响，你看到的世界更大了哈。我必须说，后来出现的这一个情感，它造成你的生活有一个全新的分水岭，然后你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境界了。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贵人牌吧，算吧。但我没有看到你们会不会在一起，因为不是没有看到，是没看到你们在一起，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复杂性出现了。它的混乱比我们刚刚在看前面那个人的多，因为他的那个给的能量都大的，水的能量给大的，火的能量给大的，好，连女祭司牌都出来干扰了，表示这个能量是很混乱的，这个人的出强能量给的很乱的，加减都有，加分的减分的都有，然后女祭司牌进来主持一些平衡一下整个秩序啦，管理一些秩序，让你要在心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重新整理自己。所以难怪6个月一直都没有结果，原来中间有些情况被干扰了，你需要花时间整理你自己。好突然哈，好，这就是我不小心翻出来的契机哈，希望有帮助到你哈，希望给你一个更好的方向跟希望啦，正面一点，乐观一点哈。其实最后
还是我们自我的成长更重要？无论我们喜欢谁或什么，还是我们自己的成长才是所有的核心价值哦。好，希望是选到3号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理解或是听得懂我对牌面象征的诠释，真心希望有帮助到你。好，如果喜欢的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